当你放下匮乏，金钱会开始对你微笑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泛起温度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发现，原来金钱之所以让我焦虑，不是因为它离我太远，而是因为我一直把自己放在不够的频率里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匮乏是一种事实，银行里的数字不够，收入不稳，支出太多，我以为这些外在条件才是我焦虑的来源。但后来我才明白，匮乏不是从金钱开始的，匮乏是从念头开始，是从我怎么看自己，怎么看世界，怎么看拥有这件事开始。我越觉得不够，世界就越容易证明我不够。我越害怕失去，生活就越容易让我抓不住。我越紧盯缺口，金钱就越像是永远填不满的洞。那时候的我，几乎每天都在心理上替金钱制造阻力。我用担心吸引更多担心，我用恐惧看待每笔花费，我用压力对待每一次赚钱的机会。我以为自己在努力控制状态，其实我是在强化匮乏的能量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累的不是赚钱，而是累的再也承受不起那种永远觉得没有足够的生活方式。于是我第一次问自己一个很深的问题：如果匮乏不是事实，只是信念，那我还要继续信下去吗？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我不想再把自己放在缺乏里，不想再用恐惧选择，不想再用紧缩的心迎接每一天。于是我开始练习放下匮乏，不是假装很有钱，不是盲目积极，而是慢慢的把注意力从缺口移回流动。我开始对每一份收入说谢谢，对每一笔必要的支出放松，对每一个被照顾的时刻心存感激。我开始承认，原来金钱一直都有在流进来，只是我只看见了流出去的部分。奇妙的是，当我不再盯着不够，不再害怕用掉，不再把金钱当成压力，我感觉金钱的能量真的开始变得不同。它变得轻，变得近，变得愿意向我靠拢，像是一种你终于愿意让我进来了的回应。接着，生活开始出现很细微却很真实的变化，一些意外收入，一些额外的机会，一些被照顾的小细节，一些刚好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的支持。那些不是奇迹，而是阻力被移开后，金钱回到原本的流动。我才明白，金钱并不排斥我，排斥我的一直是我自己。用匮乏筑起的墙，匮乏让我觉得我永远不够，永远会被夺走，永远要担心下一步。而金钱其实是一种能量，它喜欢流动，喜欢被信任，喜欢被感谢，喜欢被自由地使用。当我放下匮乏，金钱就不再是压力，而是一种安全感可以慢慢种回来的土壤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金钱从来不是用来追的，金钱是被吸引的。你越放下匮乏，越活在我值得被支持的频率。
金钱就越会用它最温柔的方式向你微笑，不是因为你突然变得富有，而是因为你终于从缺乏的世界走回丰盛的心里。而当心里丰盛，外在就会慢慢反映出来。你越能感受到丰盛，丰盛越会自然靠近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生根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意识到，原来丰盛不是一个遥远的数字，不是某个特定的目标，不是等我变得更好之后才能拥有的东西。它其实一直在我身边，只是我过去没有看见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把丰盛想成一种结果，等我事业成功，等我收入增加，等我生活稳定，等我达到某个理想状态，我才会允许自己觉得安心，觉得足够，觉得值得。在那之前，我总是觉得缺，觉得不够，觉得晚了一步，觉得别人拥有的比我多。我没有发现，在那种匮乏的心境里，就算拥有很多，我也会觉得不足；就算被支持，我也会怀疑；就算机会来了，我也会觉得不安。不是因为丰盛不在，是因为我的心没有准备好看见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个非常疲惫的夜里，突然停下来，放下所有我要变得更好的念头。那个瞬间，我没有期待，没有比较，没有计算，我只是很安静的坐在自己的生活里。那时候我忽然感觉到，原来我其实已经拥有许多。有人愿意听我说话，有人愿意站在我身边，我有呼吸，有床，有一顿温饱，有一点点累积，有一些努力的痕迹。生活并没有完全按照我想象的方式前进，但它从来没有放弃过我。那一刻开始，我的内心微微松开。我第一次不是追求丰盛，而是感受到它其实正在呼吸。于是我开始练习，感受生活里那一些微小却真实的富足。早晨醒来时的安稳，一杯热饮的温度，有人懂我一句话的默契，在困难里被看见的那个瞬间，在低落里仍愿意前进的一点力量，甚至是我正在学习这件事本身。当我越能感受到这些，我的能量开始改变，变得不紧、不骄、不抓、不怕。我不再以缺口为中心，而是以拥有为核心。而就在那个转变的过程里，丰盛真的开始靠近，机会自然出现，支持自然到来，资源自然流动。有些事情突然变顺，有些阻力突然变小，甚至连我以为很难跨越的关卡，也在心变得稳定时，变得容易多了。那不是奇迹，那是频率。当我把心放在匮乏，丰盛无法进来，因为我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缺，而宇宙只会回应我所注视的。当我开始感受到丰盛，哪怕只是微小的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我就在告诉宇宙，我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接收，准备好了允许，准备好了相信。
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丰盛不是先到外在，才会进入心里，而是先从心里被看见，外在才会慢慢对齐。你越能感受到丰盛，丰盛越会自然靠近，因为你的能量不再是一个喊着我不够的洞，而是一个说着我值得的容器。而当你准备好承接，宇宙就会把它本来想给你的，一点一点温柔地放进来。当我以感恩化解匮乏，丰盛自然涌入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长出力量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明白，原来匮乏不是外在的缺少，而是内在的忽略。我曾经以为匮乏是因为钱不够，因为机会太少，因为生活没有对我张开足够的门。我以为只要我努力到某个程度，只有当我收获足够的成果，匮乏才会被消除。但后来我发现，匮乏之所以一直存在，不是因为我没有，而是因为我没有看见。我习惯盯着缺口，于是缺口变大。我习惯看见不足，于是不安变多。我习惯放大失去，于是世界显得稀薄。我把匮乏当成现实，其实它只是我注视的地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被生活推到一个深深的低点，一切看起来都不顺，一切都像在和我作对。那天的我，没有力气在抱怨，也没有心力在逼迫自己振作。我只是很安静的，把目光从问题上移开，落在身边最微小的事物上。一杯水，一口呼吸，一张床，一盏灯，一个人愿意站在身边的人，一个讯息，一句关心，一段没有被放弃的自己。就在那个瞬间，我第一次感觉到，感恩不是为了正向，也不是为了心灵鸡汤。感恩是一种把能量从匮乏移到丰盛的能力。当我开始感谢我拥有的那些小小的支持，我的心慢慢松开了。我才明白，感恩不是忽略困难，而是在困难里看见仍然存在的资源，不是假装一切都很好，而是承认，即使没有很好，我也没有完全被放下。感恩让匮乏的滤镜破了一个洞，光从那个洞照了进来，而光一旦进来，匮乏就不再能把我困住。于是我开始练习，在日常里感谢那些以前我从不觉得重要的事。我感谢自己愿意努力，我感谢生活没有一次把我推倒，我感谢那些曾经让我痛的经验，替我长出辨识力。我感谢那些我以为是失去的，其实都在帮我空出空间，让更适合的靠近。我越感谢，内心越稳，我越稳，匮乏越退。而就在我慢慢练习的过程里，丰盛真的开始涌进来，不是巨大的奇迹，而是一种事情开始顺起来了的自然感。有人突然给我支持，某个机会无声地打开，原本看似停住的事，开始自己运作。某笔收入刚刚好在需要的时候出现，某段关系忽然懂得互相靠近。所有的一切都像是在说，你看吧，你不是孤单的。我才明白，丰盛不是被追来的，丰盛是被允许的。
当我以匮乏看世界，世界就只能回应缺少；当我以感恩看世界，世界才有空间把它的恩惠放进我的生命里。后来我真正懂得，感恩不是道德，不是修养，不是礼貌，而是一种强大的转换力。它能把我从没有带回正在拥有，它能把我从收缩带回敞开，它能把我从比较带回价值，它能把我从恐惧带回信任。当我以感恩化解匮乏，丰盛自然涌入，因为我的能量终于不再把自己锁在缺少的世界里，而当我敞开，宇宙也终于能找到入口，把它原本想给我的一点一点放回来。当我打开接收，丰盛自然抵达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亮起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明白，原来我以为的没有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宇宙没有给，而是因为我没有准备好接收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只要努力，只要坚持，只要够想要，丰盛就会顺着我的渴望而来。于是我追，我撑，我抓，我把每一个可能性都压成必须，把每一个期待都变成压力。可越是用力，我越像站在一扇紧闭的门前，不断敲打，不断催促，不断怀疑，门却始终没有打开。我以为那是宇宙的冷漠，后来才懂，那是我的阻挡。我没有接收，因为我害怕，害怕得到之后失去，害怕不够好，害怕承担，害怕幸福靠近，害怕自己没有能力维持。我嘴巴说着想要丰盛，心却在说，等等，这会不会太好？我真的配得上吗？万一接住之后出错怎么办？宇宙听的不是语言，是能量。当我的能量在退缩，在怀疑，在犹豫，在把礼物推远，它当然不会硬塞给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累到不想再追，不想再证明，不想再把人生过成追逐的赛跑。我只是静静地承认一个很深的事实，我其实一直都想被支持，只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允许它发生。于是那一天，我第一次练习了打开接收，不是叫宇宙快点给，不是强行保持正面，而是很诚实的让自己敞开。我对自己说，如果好事想来，我愿意；如果机会靠近，我不再退缩；如果有人伸手，我会让自己被接住；如果丰盛想进来，我不再自动拒绝。那是一种很细微但非常真实的松动，像是我的能量从原本的紧握慢慢变成张开的手。就在那段时间，我开始感觉到丰盛真的在靠近，不是巨大的戏剧性变化，而是一种事情开始顺起来的节奏。有人主动帮我，某个工作自然而然有了新的机会，某笔收入刚刚好在我需要时出现，某段停滞很久的对话突然迎来转圜，某个我以为很遥远的目标竟然悄悄变得可行。
而这些都发生在我不再盯着结果，不再催促时机，不再用匮乏选择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丰盛不是被追来的，是被允许的。当我打开接收，我不再把焦点放在要什么，而是放在我能承接多少。我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外面给多少，而是回到我愿意打开多少。我越敞开，世界越靠近；我越信任，机会越明显；我越愿意被支持，支持就越多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打开接收不是一个动作，是一种状态，一种我愿意让美好靠近我，我愿意相信我值得，我愿意让生活参与我的道路的姿态。而宇宙总是会回应这种姿态，因为当我不再抗拒，不再怀疑，不再退缩，不再低估自己，丰盛终于找到入口。当我打开接收，丰盛自然抵达，因为我终于站在一个能接住爱、接住支持、接住好事、接住自己的地方。而那一刻开始，生命才真正往我心里想去的方向开展。你越能信任金钱能量，金钱就越信任你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踏实而温柔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明白，原来金钱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冷漠，它不是要考验我，不是要躲避我，也不是要惩罚我，它只是在回应我对它的态度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对金钱其实充满矛盾，我渴望它，却又害怕它不来；我需要它，却又担心自己抓不住；我希望流入，却又害怕流出。我一边说着想要丰盛，一边用焦虑、疑虑、匮乏把金钱能量推得越来越远。我没有发现，我给金钱的讯号一直是我不相信你，而金钱就诚实地在外在反映出同样的距离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次又一次的金钱焦虑中，突然意识到，我之所以不稳，不是因为金钱本身，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它。我不信任金钱会回来，我不信任它会流动，我不信任我能承接，我甚至不信任自己是值得被支持的人。于是那一天，我第一次问自己，如果金钱其实是愿意支持我的，那我愿意相信它吗？这句话像是一把温柔的钥匙，打开了我长久以来紧缩的能量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试着用不同的态度面对金钱。我不再盯着账户里的缺，我开始看见流入的部分，即使微小，也是真实的流动。我不再用害怕的心看待每一笔花费，我开始理解，花费是一种交换，是一种能量流动，不是消失，而是循环。我不再把金钱当成压力的来源，我开始把它视为一种合作关系，一种支持，一种回应。而就在这些细微的态度调整里，我感觉到金钱真的开始信任我。它不再忽冷忽热，
不再一下来一下走，它的节奏开始变得稳定，它的出现开始有迹可循，它的流入开始更符合我需要的时机，它开始以一种我一直都在，只是你以前没看见的方式靠近。我发现，我越信任金钱，金钱越愿意流向我；我越轻松看待金钱，金钱越愿意停在我身边；我越感谢它，它越愿意给出更多。因为金钱能量其实和关系一样，你给它什么频率，它就用同样的频率回应你。当我用恐惧面对，它就变得不稳；当我用匮乏看待，它就变得难以靠近；当我用怀疑等待，它就停在门外；但当我用信任迎接，它就愿意流入，愿意停留，愿意扩大。后来我才真正明白，信任金钱不是盲目乐观，而是一种深层的理解。金钱不是敌人，不是考验，不是惩罚。金钱是一种能量，而能量永远会回到与它频率相同的地方。你越能信任金钱能量，金钱就越信任你，因为你不再推开它，不再怀疑它，不再逃避它，不再害怕它。你让金钱知道，我愿意让你靠近，也愿意让你流动。我允许你支持我，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我。而宇宙总会回应这种允许。金钱开始用它最自然的方式回到你身边，不是因为你追得快，而是因为你理解它，尊重它，信任它。而当金钱也开始信任你，你的人生就会慢慢从担心不够走向真正的它是丰盛。当我与金钱和解，金钱也愿意靠近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柔软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发现，原来我和金钱之间其实一直存在一道无形的墙，而那堵墙不是金钱筑起的，是我自己在害怕与渴望之间慢慢堆上去的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对金钱的态度既亲近又疏离，既需要又抗拒，既渴望被支持，又害怕一旦得到就会失去。我一边追，一边退，一边期待丰盛，一边用匮乏看世界，仿佛金钱是某种会因为我不够完美就转身离开的存在。我没有发现，金钱不是不愿靠近，而是它无法穿过我自己筑起的紧张与恐惧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次金钱焦虑的循环里，终于累得停下。我看着自己反复重演的担心，重复的想法，重复的恐惧，忽然意识到一件很深的事：我从来没有与金钱真正的和解过。我以为金钱是压力，以为金钱是责任，以为金钱会离开，以为金钱永远不够。我以为金钱是一个需要被追赶的东西，而不是一个可以与我合作的能量。于是我第一次真心地问自己，如果金钱不是敌人，而是伙伴，那我愿意重新对待它吗？这句话像是一道温暖的裂缝，让我心里那堵厚重的墙
开始松动。从那天开始，我试着与金钱和解。我开始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害怕，曾经匮乏，曾经焦虑，但那些状态并不是错，只是我以前不知道如何与金钱相处。我开始练习用更温柔的方式看待每一笔收入，不再觉得少，不再觉得不够，而是感谢他愿意靠近。我开始练习在花钱时保持呼吸，不再让恐惧替我做决定，而是理解每一笔出去的钱都是能量的交换，不是消失，而是循环。我开始练习在看到别人拥有时，不再缩小自己，不再比较，不再觉得只有他人值得，而是提醒自己，世界的丰盛也包含我。我越愿意这样做，金钱就越像一种不再被驱赶的能量，它慢慢开始靠近，慢慢开始停留，甚至慢慢开始支持我。不是用惊天动地的方式，而是很细微却非常真实的流动。像是我突然拥有了更多选择，突然开始收到不预期的收入，突然有合作找上门，突然有人愿意给我机会，突然某些阻力消失，某些焦虑淡掉，某些看似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能。金钱没有变多或变少，变的是我不再把它推开。我才明白，金钱能量其实很敏感，你信任它，它就信任你；你愿意靠近，它就靠近你；你不再害怕，它就不再远离。和解不是妥协，是结束战争，是把金钱从我必须追赶变成愿意和我同行。后来我真正懂得，丰盛不是金钱给的，丰盛是我打开的。你越能与金钱和解，金钱越愿意靠近，因为你不再让自己活在敌意里，不再用恐惧定义价值，不再用匮乏看待世界。而当你不再对金钱心存防备，你会发现，金钱一直都在门外，等你开口，等你放松，等你愿意说一句“我准许你靠近”。就在那句话之后，生活真的开始轻盈的不一样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